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3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2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24.90，收盘价是232.10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34.27，最低价是在224.70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0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29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3 倍，抱有大的成交量。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，双线是趋于合拢，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上反转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缩小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开始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7月2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中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横盘后向上的突破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，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在盘中是在高位震荡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最高价的附近，那回补了上方的一部分缺口，同时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是抱有大的成交量，那出现这样的价涨量增，然后收盘价又站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也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那说明日后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反弹，或者说是至少有新高的出现。那么股价继续向上反弹的压力呢？我们认为20日均线值将会是一个强压力，在7月30日20日均线值将会到达243附近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7月2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给出了2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会在218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28附近。实际在当日，在7月29日，股价的收盘价是在223.10，出现了反弹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，虽然说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多，走势呢也是略有不同，但是呢，收盘价的性质和我们预测的收盘价是相同的。也就是说，股价的收盘价不仅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最高，也突破了这个横盘区域的最高是226，同时呢，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所以说，收盘价的性质和我们预测的位置是相同的。好，那么刚刚我们从 K 线信息解读，后续呢，股价会有进一步的反弹。那么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。对于7月3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依然是256。站上这个位置，就是要瓦解自7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那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目前的强压力我们刚刚说了是20日均线值在243附近。除了这个位置，还有一个位置是237。237这个位置啊，就是原来这个缺口的中线，那么它将是强压力。同时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也在这个位置。当然，这个位置也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附近，所以我们认为股价在到达256之前
237和243将是压力。好，那一旦股价能够站上256，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71，因为站上256将会瓦解自7月11日以来建立的空头趋势。那么股价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要站上271。271如果能够被站上，那将会继续出现头高，也就是将恢复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那第三个目标就是299。299这个位置正好是在300关口附近，它将是日后股价如果出现再上涨之后的一个极强压力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股价的下行呢，我们要变换一下，调整一下目标。对于7月30日和之后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现在应该是这个缺口的上沿是215，也就是7月2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我们先把这条观察线移开，这是我们之前给的观察线。好，那么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在215，这个位置将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因为现在股价出现了反弹呢，我们会上面再次出现一个头。而股价下行呢，就是要跌破前低，那继续这个自7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，也就是再次出现低底低。所以目前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是215。那在到达215之前，5日均线值将是一个支撑。那我们测算是在235到236之间，是在223到225之间，纠正一下。好，其实也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这个位置，那这个位置如果股价出现下行跌破这个位置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再次去测试215的。215呢，之前我们会看到3个交易日都是在这个地方是遇到了支撑，同时呢，在近几个交易日，这个缺口和我们这条下行趋势线是重合的。我们回顾一下，这条下行趋势线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2个低点建立的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。那股价在这一波涨幅当中是首次突破了这条趋势线。那目前呢是在一个回档的走势中，而在回档的走势中呢，这条趋势线将会成为一个支撑。对，好，所以说股价呢，我们认为一旦出现下行呢，在这个215将是它的目标，跌破这个位置不仅是能够恢复空头趋势，同时还能使股价再次回到这条趋势线的下方，而去建立一个下行的通道。所以这个位置呢，是我们说是空头的目标，既是一个对于空头是一个强压力，对于多头来讲呢，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强支撑。好，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，第二个目标是177。好，那在到达177之前，200关口呢将会是一个强支撑。当然，上方还有200日均线值和50日均线值在205附近呢，这也是一个支撑。好，那么177如果被跌破呢，那我们认为第三个目标就是168，也就是股价要一旦跌破177，那股价一定是要收复这一波的涨幅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日后上行和下行的走势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215，
在7月29日呢，它并没有去向下测试这个位置，而是出现了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是收在相当高的一个位置。那到了7月30日，这个观察位我们要设定在前高234，我们把这个水平线调整到这个位置。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？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上行，而进一步上行的条件就是要继续出现新高。那出现新高的条件，或者说是收盘价要站上前高，那如果出现这样的走势，它的条件就是股价在7月30日盘中要在234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走势，否则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，甚至我们不排除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10日均线值或者20日均线值遇到压力之后然后压回股价，对，出现一个高位的反转向下，我们也是不排除会有这样的走势的，因为毕竟目前股价是在一个空头趋势当中，所以现在是一个反弹的走势，反弹的走势遇压力而不能突破，那么一旦出现反转向下，将会再次出现一个头低，那么股价一旦反转向下，一定会测试下方的这个前低。对，我们说一定测试，就是它的目标一定是要去测试，不代表股价一定会到达这个位置。所以呢，在7月30日，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234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观察位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7月29日收盘价超过前高，也超过了，站上了，我们之前定义的，这个226这个位置横盘区域的上限。那也就是说，确认了这两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同时股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当日的成交量是一个抱有大的成交量，所以这些基于这样的一些指标呢，在7月29日收盘价232.1这个位置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。那在技术上，这个位置我们将会有5%的仓位进场抢反弹。那么目标是240附近，对，也就是获利的目标是进场抢反弹，到达这个目标可以是获利出场的。当然，如果想不获利出场，说等待日后加仓做多，那么这个仓位可以继续持有我们是再给出一个止损位，止损位我们守这根 K 线的最低，然后加上这个缺口，最低是222，我们守这个位置。如果说想要承受更大的风险呢，也可以守215。当然我们保守一些最好是守222，因为股价一旦是跌破了这个位置，其实也就是又重新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那么出现反弹再跌破5日均线值呢，股价一定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对，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止损位选择的一个补充说明。好，那这是多头，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目前的目标就是下方的215，当然还有5日均线值，也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然后还有就是下方的200关口，在这个位置，这是空头的两个目标。那么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上方，我们会给出237，还有20均线值243，当然还有256，这是空头要守的3个位置。
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7月3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，我们给出一个范围是前高234，一直到237。那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范围内，这是第一个压力。第二个压力位是243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56，第四个压力位是265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，我们把这个缺口和5日均线值，包括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合并起来，是从222一直到225，这是下方的支撑。第二个支撑是215，第三个支撑205，第四个支撑是200关口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7月3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给出的这两个预测呢是并列的。我们先来说第一个。那第一个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很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甚至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38，下方会回踩到223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28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的条件呢，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38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。当然，这个反转向下，我们是给出了一个很低的位置。那么反转向下还有可能就是收盘价会继续这个收在这个绿 K 的上半部分，也是有可能的。对，我们是给出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反转向下的可能。因为我们说一下理由，为什么会这样去判断呢？因为在这个地方抱有大的成交量，一旦说股价再继续高开盘继续向上呢，那么我们认为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有获利出场，也就是说上方是会有卖压，而一旦有卖压，空头又要守这个20均线值，很有可能在股价上涨的过程当中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，再加上卖压，所以这两个力量呢，很有可能会促使股价出现一个大幅的反转向下。所以我们的判断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。好，那我们再说另一个可能。另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反弹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0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43，收盘价会收在238附近。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3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